注意看，这是铁英华目前为止最危险的一场比赛，险些被老外当场摔断脖子送去医院抢救，一事未平一事又起，铁英华又被对手使用无情裸脚死死锁住。台下的教练看到如此惊险的一幕，拿起白毛巾就准备认输投降。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，纷纷站起来鼓掌欢呼，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国家的选手获得胜利的曙光。下一秒，铁英华扭转战局，丝血反杀，即在对手身上狂砸数百拳，十分解气。没有人会记得第2名和一个失败者，除非他半场开香槟庆祝。铁英华可谓是中国人人皆知的一位自由搏击运动员。有请小虎铁英华。他的威名早已远扬中国各个省份，不管你是关注搏击赛事也好，不关注搏击赛事也罢，对铁英华这3个字也会是略有耳闻。这一次铁英华将要挑战 MMA 综合格斗。铁英华以往参加的比赛都是自由搏击或者是踢拳赛事，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综合格斗的比赛。这场比赛对于铁英华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挑战，更多的是让外国人瞧一瞧咱们中国人一个二个都不是孬种，同时也正在向全方面的体育领域发展。邱建良为了给在外国打比赛的中国拳击选手打气，则是选择参加了一次跨界挑战赛，与一位世界拳击冠军打了一场拳击赛，并以 KO 的方式获得了比赛胜利。这一次铁英华则是选择跨界挑战 MMA 综合格斗，他的对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MMA 职业运动员，一上来就把铁英华带入到了笼边。毕竟铁英华最擅长的就是在站立。克雷佩兹虽然一直在 MMA 的领域打比赛，但他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不知道铁英华在站立对拼的强悍？当然是选择与铁英华展开内围对抗或者是地面缠斗。这边要投入地面，没错，铁英华死死的要靠住。哇，这边扣绳是犯规的。刚才那个如果不扣绳，铁英华很可能就被摔倒了。对，而且铁英华是不会遇到在自由搏击当中裁判分开2人的这种情况。哎，没错。这边还在往下要找这个防摔的机会。被摔倒了，哇，直接给扭了。纵横拳坛这么多年的铁英华，虽然是首次来到综合格斗的领域打比赛，但铁英华在赛前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与特殊训练。面对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克雷佩兹，铁英华照样可以在被压制的时候实施有效进攻，3下5除2就破解了克雷佩兹的压制。这边是拿到了上位，看一下是直接站起来还是怎么样。想要地面砸击啊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面。要不要过腿？要不要来踹的地面砸拳？是，如果没有动作，裁判可能会介入，让选手站起来。对。铁英华呢也是不敢轻易让对手起身，因为又怕对手直接给他抱摔。对，铁英华，但是现在目前没有进入地面，不敢回到站立对拼也不行。裁判直接命令克雷佩兹重新站起来。回到站立的克雷佩兹好像是失去了魂魄，失去了主心骨，根本不敢和铁英华展开正面对抗，时时刻刻都想邀请铁英华进入到地面缠斗。然而铁英华岂会轻易让克雷佩兹带入到不擅长的地面？这场比赛让转身后摆，让铁英华还是非常的顾忌对手近身的这一下。没错。如果是一个地面相对，对，但是2个双腋下，扭倒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克雷佩兹实在是忍不住了，直接实施了一招旱地拔葱，放倒了铁英华。就是因为这一摔，险些把铁英华扔进医院进行抢救。铁英华幸好反应的速度够快，不过一事未平一事又起，还没处理好正在实施压制动作的克雷佩兹，突然遭到了克雷佩兹的裸脚。这个现象吓坏了一旁的教练，随时都有可能扔出白毛巾认输投降。下巴上了，卡在下巴上了，但是现在对方没有发力的点，现在实际上是锁在了口鼻处。是的。还在掰对手的手臂，已经扒下来了一部分，但这样不能长久，对方的手已经往肩膀上爬了。对，有机会，还在往外掰。现在对方没有办法形成裸脚。对，实际上这对于铁英华来说也是对手臂力量一个巨大的考验。是的，因为之前自由搏击拳都最终铁英华硬扛了过来。虽然克雷佩兹没能在地面上降服铁英华，但铁英华因为长时间的被压制，已经失去了大比分优势。此时的铁英华唯一能做的动作就是防守，其他任何动作都做不了。是了，连续的砸击，现在因为被拿了后背，是锁得很死。身体3角。对，
想要逃脱是几乎不太可能。还有1分10秒。现在铁银华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，没错，时间对于对手来说还是非常充足，还剩下1分钟。铁银华还是防着自己的脖子，但是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很难逃脱。对，连续的砸击。常年征战于自由搏击领域的铁银华，把自己头脑的坚硬程度练习得非常好。面对克雷佩兹的重拳砸击，铁银华依然能用坚硬的脑壳硬扛。此时的铁银华已经脱离了危险期，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克雷佩兹的限制。然而台下的教练再次拿出了白毛巾，生怕铁银华坚持不住出现什么意外伤病。我觉得作为阿历克西来说也很难把这个位置做好。铁银华，好的，再次防住了对手的裸脚，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，第一回合。连续的砸击，但这个砸击的威力不够大。对，这边有打后脑的嫌疑。铁银华现在把自己胯有没有机会转过来？往自己的左侧移动，往自己左侧，没错，转过来了。连续的地面锤击，还剩下10秒钟。就在距离比赛结束的几秒钟，铁银华找到了克雷佩兹的一个防守空档，瞬间扭转了战局。虽然是在最后一刻挣脱了克雷佩兹的束缚，但这个结尾给了拳迷粉丝很大的信心，纷纷站起来给铁银华鼓掌欢呼。铁银华为了 MMA 综合格斗的首战也是拼了，宁愿被勒断脖子也不主动弃赛投降。中国勇士皆如此，倭寇何敢侵犯我中华？只要不断尝试、不断创新、不断成长，才不能不受外人欺负。铁银华和邱建良都是好样的，勇于开创中国选手不擅长的领域，给大家树立榜样。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体重量压看这个过胸，哇！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回到站立的铁银华非常勇猛，根本不会畏惧克雷佩兹一分一毫。面对铁银华所发起的主动进攻，克雷佩兹连气都不敢吭一下，只能任由铁银华实施各种站立击打的进攻招式。与此同时，克雷佩兹的状态并不是很好，随时都能被铁银华逮到机会暴揍一顿。好的，又是后手压倒，再一次连续的击打，连续打击，对手要爆压胯，这边往下有锤击的机会。铁银华完全被退后一步，让对方站起来，让对手站起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对手躺着以后啊，会更加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更长。让裁判现在让他站起来了。铁银华继续在自己擅长的站立领域。铁银华应该再来一个转身后摆打对手的。克雷佩兹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被迫实施了一招下前抱摔。但铁银华已经看透了克雷佩兹的套路，进入到内围缠抱的铁银华很冷静。并没有因为进入到了克雷佩兹擅长的领域而慌张，在克雷佩兹擅长的领域暴揍克雷佩兹一顿，这才能彰显出中国勇士的勇猛之处。这边连续的地面锤击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终结对手。哇，全场都看得很仔细，连续的砸拳。对，这边啊，别超过一截，应该是最终玩综合格斗的没有打过玩自由搏击的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铁银华的拳脚进攻力度要比克雷佩兹强出好几个层次。毕竟铁银华在转战 MMA 之前，每天训练的就是各种战术和拳脚进攻的融洽程度和力量。反观克雷佩兹，则是一直把重心放在如何牵制对手，如何掌控比赛节奏。这样一来，铁银华可以失误很多次，但克雷佩兹只要让铁银华找到一个合适的进攻位置，那么克雷佩兹将会不攻自破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铁银华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